水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角落，从土壤水分、冰层到人体细胞中的水分。基于某些因素，如地理位置、肥胖指数、年龄和性别，每个人体内平均含有55%到60%的水。刚出生的婴儿体内含水更多，75%的含水量让他们看起来像在水里游的鱼。但是他们的水含量会在1岁生日前降至65%。那么，水在我们身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？我们到底要喝多少水才能保持健康呢？水在人体中的作用有缓冲和润滑关节、调节温度、滋养大脑和脊髓。水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血液，成人的大脑和心脏几乎有3/4是水，几乎相当于香蕉中的含水量。肺的含水量和苹果接近，有83%，即使看起来很干燥的人的骨头也含有31%的水。如果人类主要由水构成，而且生活的环境中充满水，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喝这么多水？每天人体要流失2到3升的水，它们通过汗液、尿液、肠道运动甚至呼吸而流失。虽然这些活动对于生存十分必要，但我们也需要补充体液的流失，维持水平衡十分重要。它能避免脱水或过度脱水，这2样都能损害人的整体健康。一旦发现水含量过低，下丘脑的感受器就会提示身体释放抗利尿激素。当此激素到达肾脏，会打开水通道，即一种特殊通道，它能够使血液吸收和保留水分，导致尿液浓缩，引起黑尿。加重的脱水能引起明显的乏力、情绪低落、皮肤干燥和血压降低，以及认知障碍。脱水的大脑要更加费力的运行，才能完成正常大脑的工作，而且脱水大脑甚至会萎缩。这主要由缺水、过度脱水或低钠血症引起，通常在短时间内过度消耗水的情况下发生。运动员通常是过度脱水的受害者，因为一些并发症，这些并发症由极端身体状况下水含量改变引起。当脱水的大脑促进抗利尿激素生成时，过度脱水的大脑会运行缓慢，甚至停止运行，并且把此激素释放到血液中。人体中的钠电解液被稀释，造成细胞膨胀。在严重的情况下，肾脏无法负荷被稀释的尿液的体积，水中毒由此产生，还有可能造成头疼、呕吐，少数情况下出现癫痫或死亡，但这仅仅出现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。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，维持一个水平衡的身体系统是比较容易办到的，因为我们足够幸运，可以获取干净的饮水。长久以来，常识告诉我们一天要喝8杯水，这个标准已经被微调了。现在被普遍认同的说法是，我们所需的饮水量主要取决于体重和所处环境。推荐的每日摄入量是男性2.5到3.7升，女性2到2.7升。这个范围可以适当增减，如果我们处于健康、充满活力、年老或发烧的状况下。虽然水是最健康的湿润剂，其他的饮料，甚至是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茶，也能够补充体液。食物中的水分占我们每日摄入水分总量的1/5。水果和蔬菜，如草莓、黄瓜，甚至花椰菜的含水量都超过90%。它们能在提供宝贵营养和膳食纤维的同时补充体液。喝水也许还有许多长期的好处。研究显示，最佳的水平衡能降低中风的风险，帮助控制肥胖，以及可能减少某些癌症的风险。无论如何，摄入适量的液体十分重要，它影响着你的感受、思维以及日常活动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满足您的求知欲，您会获得意料之外的丰富知识。